Hello，大家好，毛毛。咁有觀眾咧，希望我哋拍攝大沙頭，重溫當年大沙頭碼頭嘅歷史。咁出發啦，Go！呢度係6號線地鐵東湖站 A 出口，出咗嚟之後，旁邊就係東湖公園，係東山街坊最多回憶嘅地方。我哋沿住東湖路一直行，呢一帶其實都係屬於大沙頭範圍。而大沙頭咧，喺好多年以前，其實只係一個大礁石，位於廣九大馬路以南附近。因大潮時半路波滯，形似印章，所以叫做海印石，係羊城三石之一。其他兩個就係海珠石同浮丘石。海珠石咧就喺大三元嗰期詳細介紹過，有機會再介紹浮丘石啊。後嚟因為珠江江岸南移，從東濠涌落嚟嘅泥沙喺海印石周圍淤積，慢慢形成陸地。響清光緒31年，即係1905年，海印石同竹華沙終於連成一片，佔有民居，人稱大沙頭。而喺1907年開始興建廣九鐵路，於是開闢馬路填河道。1909年，廣九鐵路響大沙頭建成。1911年，廣九鐵路通車。當時係廣九鐵路華段嘅終點站。曾經呢有一小段時間，甚至唔使通行證就可以坐去深圳同香港。因為河道淤積同填河，1931年大沙頭北面河道被填平，同東山連成一片。而去到50年代，大沙頭嘅西段被填平成陸地，東段就進行開挖，形成咗東山湖公園嘅一部分。呢條橋咧就係海印橋啦，而呢度咁多公交車嘅咧就係大沙頭公交車總站。咁我哋就沿住呢個方向行。呢條咧就係海印大橋，橋嘅對面係海珠區。1985年開始起，1988年12月通車。曾經係要收費㗎，到咗2001年先至停止收費。而家喺橋嘅四周咧，鋪設咗好多呢種公園，開放式嘅，好多沿江邊嘅大樹咧都移咗入呢種公園入邊度繼續生長。沿住呢條路過去咧，就係二沙島啦。我哋依家咧就要過馬路。行咗過嚟沿江邊呢邊咧，氣温瞬間涼爽唔少啊！呢度咧係一條珠江碧道，係用嚟俾街坊做運動跑步用嘅。呢度可以睇到廣州塔，而前面呢個島咧就係二沙島，係廣州嘅權貴區，而珠江新城係富豪區。明唔明白區別咧？曾經有一個廣州市長拆完咗二沙島嘅違章建築之後咧，就落咗馬。有冇觀眾記得咧？萬六伯呢個花名，以前咧係叫二沙頭，去到1989年10月先改名為二沙島。咁二沙島上面嘅建築咧，就一直都係呢種咁樣別墅式嘅建築嚟嘅喎。唔好理入邊住嘅係咪都係權貴，反正咧我就冇份入佢哋小區度睇。行翻我哋嘅綠道啊！周圍咧係設置咗座椅，座椅上咧係刻咗棋盤嘅，所以好多退休老人咧都會過嚟呢度捉象棋、捉圍棋。好多大師咧都可能喺呢啲地方度誕生㗎喎。曾經西華路都有個棋王好勁㗎，又有冇人知道咧？除咗棋盤之外咧，係完善咗橋底嘅區域。除咗象棋之外咧，其實仲有麻雀㗎。咁橋底嘅呢啲空間咧，而家係利用成為咗廣場嘅，設置咗乒乓波台、大型嘅舞台，同埋有街坊自發開嘅麻雀檔啊，唔收費嘅。至於舞台呢度咧，就有幾位熱衷舞蹈嘅人士咧，冒住呢40度高溫喺度起舞啊，好犀利啊！雖然而家嘅珠江咧唔係下下都可以落去游水，但係釣魚咧就冇人攔你嘅。你睇下咁多街坊喺度釣，就知幾咁受歡迎啦。係真係釣得到魚嘅。
喺呢邊小廣場咧，依然都係麻雀區域啊，而且更加多台啊，所以退休人士嘅生活咧一啲都唔無聊㗎。雖然而家咧就少咗鄰里出嚟嘅街坊吹水，但係多咗呢啲一齊打麻雀嘅情趣嘅，仲有喺度打啤啊！而隔離呢個咧係兒童活動中心，佈置咗整個垂滑梯組啊！乜細路仔先上得到嘅啫，我想去試一試都唔得啦。而呢啲正規咁多嘅咧，就係政府設計嘅，都係俾人攞嚟捉象棋。隔離仲有個隔賢長廊添啊！因為咧佢係林則徐紀念園，依家呢度咧就放咗好多健身器材嘅，可以數碼記錄運動次數，計算消耗咗幾多卡路里添。聽唔聽到滴滴聲啊？就係街坊們運動嗰陣時記錄落嚟嘅數字。而且呢啲運動器材咧係利用太陽能嚟支撐佢哋做呢個記錄㗎。佢係有藍牙，你同手機一齊連通。呢條白色嘅咧就係海印大橋啦。而我哋企緊喺度嘅位置咧就係大沙頭。1918年，孫中山響大元帥府下設航空處，劃定咗大沙頭做飛機場。當時大沙頭飛機咧分為水上飛機場同埋陸上飛機場。1923年，孫中山喺機場附近咧興建咗廣東飛機製造廠，自行研製飛機。同年嘅7月，首架飛機樂士文1號咧喺大沙頭機場度成功試飛。呢張相就係當時孫中山、宋慶齡同樂士文1號嘅合照。啱啱睇到嘅兒童遊樂園咧，同埋呢個運動健身園咧，其實都屬於林則徐紀念園嘅一部分。佢咧係2010年為咗紀念靖海門銷煙而建造嘅。1837年7月到8月期間，林則徐喺位於海印石附近嘅東炮台進行過3次大規模銷毀鴉片。前邊呢3個咧就係東炮台嘅大炮啦。紀念園咧呢個位置其實響90年代係一個好大規模嘅海鮮大排檔食街㗎。有冇人知道叫咩名呢？就係叫做大沙頭西貢海鮮美食街，肯定有好多老廣都會嚟食過。1988年因為改革開放，廣州人咧就開始有錢，又中意食海鮮喎，所以咧就學香港西貢碼頭專營海鮮生意，利用當年大沙頭海印橋旁嘅海運碼頭倉庫，改建成大型海鮮大排檔食街。當時呢一度啊，每晚都非常旺啊！我記得好細個嘅時候，老豆咧會開住部0.6帶我過嚟食海鮮。我第一次飲菠蘿啤啊，都係喺呢度㗎。紀念園咧就完全開放式嘅，除咗有少量嘅介紹啦，同埋熱切嘅景點之外咧，其實唔係好覺得係個紀念園嚟㗎喎。因為好多街坊咧都當康樂公園使用啦。但係呢個紀念園附近咧係有衞生間嘅。所以如果喺呢邊散步咧，需要救急一下嘅話，就記得揾呢個紀念園啦。我哋行入呢個紀念園度睇一睇啊。咁啊，因為大片嘅空地咧，可以打羽毛球啦、足球啦，仲有個籃球場添啊。呢個紀念園真係包辦晒老嫩中青嘅各種康樂活動啊。咁我行到正面呢邊咧，就有啲嘢睇下啦。整咗2道牆啦，同埋一個石雕像喺度嘅。呢個咧就林則徐紀念園嘅牌坊啦，非常之宏大啊！入邊咧仲有一個林則徐嘅石雕像嘅，係咪完全唔認得呢邊啦？呢個咧就依家嘅大沙頭啦。除咗海印大橋冇變之外咧，應該變化好大咯。燃燒激情歲月啊！都好耐冇睇人打波咯。而左手邊睇到嘅咧係而家嘅碼頭上船區域。下晝咧就唔係受歡迎嘅時段，夜景更加好睇，而且唔曬。但係咧就可以睇到停靠住嘅船啦。我哋之前咧都介紹過一期點樣買珠江夜遊船票，有興趣嘅可以睇返廣州10大名雞嗰期喎。登船後咧自然係有所屬嘅碼頭嘅。呢度咧就係大沙頭遊船碼頭。
解放初期係由40幾間私營船務行咧獨立經營，可以由水路去到珠江流域各個城鎮嘅。1954年3月，呢40幾間私營船務行咧就開始聯合經營。到咗1956年3月，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合併成為咗大沙頭客運站。當時嘅大沙頭客運站咧，曾經係廣州連接珠江流域沿岸各大中小城鎮嘅水路客運始發點同終點，日最大通過量咧有成4萬人次以上㗎。由於90年代中後期水路客運受到咗陸路客運飛速發展嘅影響，大沙頭客運站咧就逐漸取消咗各條航線啦，轉型為咗珠江遊為主嘅旅遊碼頭。依家嘅大沙頭遊船碼頭係廣州最大嘅珠江遊碼頭。我哋咧就沿住江邊呢條路一直行。依家嘅海心沙咧，應該好多人知道，但係又有冇人知道呢？大沙頭曾經都叫做海心沙嘅喎。番禺縣俗志上面記載，大沙頭在東門外3里，沙田縱橫10餘頃，道光年間稱海心沙，俗稱大沙頭。依家睇條跑道咧，就覺得好似冇人跑嘅，但其實到咗下午嘅落班時間，太陽冇咁曬嗰陣時啊，就好多人喺度跑步做運動㗎。咁我哋呢邊嘅康樂設施咧，做咗係真係有人用嘅，唔係話淨係做個樣嘅。我哋就沿住碧道一直走去食晚飯，喺綠道度行過嚟100零米就到㗎啦。咁啱啱介紹咗舊陣時嘅大沙頭西貢食街，今晚咧我哋就去食呢間新西貢漁港食海鮮。其實呢間咧就同以前嘅大沙頭西貢食街冇咩關係嘅。以前咧係叫做廣九漁船，不過咧就睇得出個老細好熟悉大沙頭嘅歷史，又廣九又西貢咁，一般廣州人咧都唔會知。依家宣揚企業文化咧，每個餐飲開市之前都會咁樣訓話一番嘅，有冇作用就唔知，但係就好有氣勢咯。漁港都有個海鮮池喺度，種類都唔少，數量都比較多，但係新鮮程度咧就自己睇住嚟落單啦，就睇下個出品對唔對得住佢嘅認識啦。魚、蝦、蟹、貝類、帝王蟹都有。呢個咧就係我哋喺美團上面買嘅套餐啦，價值128蚊嘅，都係3選1或者2選1。咁我哋咧係揀咗玫瑰豉油雞同埋過蛋浸桑葉，仲有避風塘大海蝦、香茅焗鱸魚，同埋個甜品咧係要咗百香果果凍嘅，先至128，直接買咧真係非常划算。依家咧就落咗套餐啦，咁我哋咧就睇下仲有啲咩。首先有個特價菜嘅，咁啊大廳先有得特價嘅啫。有魚啦，有刺身啦，有蒜香骨啦，亦都有炸雲吞嘅。最貴咧就88蚊嘅蝦，其他咧都係30幾蚊，甚至有10蚊雞嘅添啊。咁除咗啱先睇到嗰幾款之外咧，仲有另外3款嘅，就燒鵝啦，同埋乳鴿、豉油雞。坐大廳咧都係可以特價嘅。燒鵝咧特價只需要68蚊一例，而豉油雞咧係48蚊半隻，而乳鴿咧就係28蚊一隻，都好抵食。除咗特價菜之外咧，仲有其他菜式，不過選擇咧就唔算多。有呢種燒味啦，亦都有呢醬煲菜啦，湯咧都有5份可以揀，咁由29蚊到268蚊都有嘅。有刺身啦，有涼拌啦，有呢種炒菜，咁都係比較家常嘅菜式。咁除咗呢啲菜式之外咧，佢早上9點到下晝嘅2點鐘咧係可以飲茶嘅喎。咁而且茶市咧係打6.8折㗎。比較可愛嘅咧係呢度嘅點數，唔係按點，而係按學歷啊，由幼稚園到博士，不過都係噱頭嘅啫。種類都係唔多嘅，咁啊就咁2版嘢，而且寫得一啲都唔密集。住喺呢度附近嘅話咧，可以揀呢間，因為定價唔算高。真係好多人食呢間店啊！
我估唔到一到咗開始時間，陣間就坐滿晒啦。無論係室內啊定抑或室外嘅吧台咧，冇一張係空㗎。玫瑰豉油雞半隻，上嚟聞得到豉油糖嗰種香味，有點蠟燭仔嚟保暖嘅，呢個小細節做得都算到位，亦都非常之上色。睇肥唔肥？咁係有少少皮下脂肪嘅，但係呢種雞種咧其實屬於黃油雞，係比較靚嘅。但係咧豉油雞應該屬於全熟雞，佢呢份咧骨髓係帶咗少少紅嘅喎。睇個味道得唔得？好有豉油糖嘅香味，皮咧係稍微爽滑嘅，雖然唔會話彈牙，但係真係好嫩滑啊！而且一咬咧就斷開，唔會話黐牙，又唔會話鞋口，因為佢唔會整得太過熟，所以食落去咧肉真係非常之滑嘅。其實味道咧算唔錯嘅，就係差少少玫瑰露啫。我而家咧就試一試個雞胸肉。雞胸肉方面咧就會更加有雞味，我覺得都可以。特別而家均價先至拉到20幾蚊一份菜式，性價比係好高嘅。呢份要煮嘅咧就係香茅焗鱸魚，乜要煮8分鐘嘅，原條上嚟嘅，去咗骨，睇上去非常之有賣相啊！宴客都可以喎。咁夠鐘咧就唔使你睇時間嘅，有店員會過嚟幫你開嘅添啊。咁啊之後咧就自己放葱同埋放豉油啦。咁啊放嘅多少咧就睇自己嘅習慣啦。我就放咗一半豉油先，之後就會爬晒葱落去。哇，好刺激啊！呢個最好男士操作啊，女士你都係等食就得啦。整完之後咧就佢嘅整體賣相啦，真係非常之靚嘅。好香嘅香茅味喎，咁樣煎完之後咧，下邊又冇咩水㗎啦，非常之乾爽。魚肉就翹晒起身，咁啊食材應該幾新鮮嘅。香茅焗鱸魚，咁係新鮮上嚟現場焗俾你睇嘅，所以個新鮮度咧就真係睇得到。咁啊，無論擺盤啦定係個陣型咧，都非常之高端大氣啊！佢切記就比較厚而且大嘅喎。夾上手係好有彈性嘅，味道得唔得先？哇！飆晒煙有辣，好明顯食得出有香茅嘅味道嘅喎。咁啊搭配咗鱸魚之外咧，非常之唔單調，香茅味咧就令我好驚豔。但係可惜啦，條魚有少少太過熟啦，口感方面咧會過於紮實。係有魚嘅鮮甜味，而且咧係冇魚腥味、冇泥味，我覺得係好食嘅。就係煮少嗰幾秒鐘咧，會更加出色咯。速度好快嘅，我食咗2、3啖，佢就已經上齊晒菜式啦。唔係話我次次都要點定台食㗎，係今次嘅套餐咧，真係128蚊就有6款菜式啦，咁啊擺滿咗一台㗎咯喎。暫時咧係食咗2款嘅，剩低咧就等我繼續試埋佢啦。避風塘大海蝦，就咁睇落去咧都有10幾隻蝦嘅，但係又確實有啲大嘅。但係唔單止要睇大細㗎嘛，仲要睇個新鮮程度㗎。海鮮要食個鮮㗎。我而家就幫你試一試個味啦。又雞又蝦，好豐富嘅一餐。唔單止大隻喎，蝦又夠彈牙，食到好鮮甜嘅海蝦味。咁有葱啦，有辣椒啦，之後咧就切咗啲蒜，哇，非常之香啊！確實好適合搭配大蝦嘅。估唔到呢個價格有呢個出品，性價比我覺得非常之高啊！窩蛋浸桑葉，咁係一款有得食又有得飲嘅湯，落咗枸杞、桑葉、魚肉、皮蛋、肉同埋雞蛋，都好豐盛嘅，係聞得到好香嘅桑葉味㗎。呢種菜湯咧就比較下火，好適合夏天飲㗎。咪睇完咧就要食先得㗎，試下味道得唔得先？要有桑葉，要有湯，咁先至係完整嘅一碗桑葉浸湯。試埋啖湯得唔得先？
落料咧就好多，但係飲上去咧味道係比較清淡嘅喎。桑葉咧本身就會比較鞋口，所以唔係老定嫩嘅問題。你哋嗰度咧係會用桑葉嚟做咩菜式？雞蛋炒東莞米粉，上邊咧又落咗洋葱啦、葱啦、雞蛋啦，哦，仲有啲芝麻，咁係一個好常規嘅炒米粉啦。咪試下個味道啦。咩雖然常規啫，但係都有啲點整得好差嘅。唔會太油，炒得比較乾身嘅。咁用材新鮮，食得出洋葱嗰種鮮甜味啦，同埋葱嗰種香味嘅。就係差咗啲鑊氣咯，感覺好健康啊！燕麥百香果凍，一共咧係俾咗4小嚿嘅，咁啊上面嗰啲咧就係燕麥啦，非常之清晰啦。至於百香果凍有冇百香果咧？我食咗話你知下。口感嚟講咧唔會太過腍，唔黐牙，但係個味道咧唔算好真實。最真嘅咧就應該係上面啲燕麥啦，就係嗰種甜甜地嗰種燕麥咯，唔係話冇味嘅麥批。咁一食落去咧係會太過香嘅百香果味啊！你明唔明啊？太過香嘅嗰種感覺。不過味道咧就唔會話好甜膩嘅。講一講嚟嘅路線啦，如果係搭乘地鐵6號線，可以喺東湖站 A 出口度出嚟，沿住東湖路行，行到元江東路之後咧就轉入嚟海港城呢度，步行咧係一共15分鐘，距離咧係950米。呢條路線嘅優勢咧係可以沿江邊行嗰時咧見到江景。依家咧就食完咗啦，咁呢度出品咧係唔錯嘅，但係都係建議趁熱食。趁熱嗰陣時咧味道係最好嘅。咁我暫時食落嚟咧係覺得佢啲菜式咧份量都比較大啊，好似呢個餐咁，寫就寫雙人餐，但係建議4個人過嚟食啦。咁樣咧就可以趁熱食得完佢啦，又唔會話太過飽喎。咁而家咧其實成日喺美團上邊都有呢咁抵食嘅套餐嘅，而且呢套餐咧唔係話後生仔專屬，老人家都搶得到㗎。你睇我身後邊坐滿晒一屋咧，有一半咧都係長者嚟嘅。咁而家廣州物價咧就咁睇落嚟係貴嘅，但係因為有呢平台嘅存在啦，所以大家咧其實都係生活得好滋潤嘅。因為太抵食啦，所以我咧就即刻買咗第二份啦，準備過嚟食第二餐嘅。咁今日視頻咧亦都到呢度啦，中意視頻嘅話關注我頻道啊，點個 like 翻去俾朋友仔，下期見啦，拜拜。